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老年入门指南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99%的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老化的3个积极真相；第二，突然变得衰老的人所共有的3个特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99%的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老化的3个积极真相。开始解说。变老、老化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，就像抗老化或返老还童成了风潮一样。如今社会中有许多人对变老过度恐惧，例如，有人认为一旦年纪大了，腿脚就会变差，无法像年轻时那样自由行动，或者觉得思维能力会变慢，无法像以前那样应对工作和生活，对生活质量下降产生担忧和恐惧的人不在少数。然而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，许多到了70岁左右的人会发现，老化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啊，腿脚好像也没那么衰弱，脑子也没觉得迟钝太多。很多人曾以为老化很可怕，但实际感受却是也没那么严重。作者和田医生在过去约35年中，以精神科医师的身份，专门诊治了无数高龄者。基于这些经验，他指出，世间流传的许多关于老和老化的说法，其实很多并不属实。例如，许多人认为一旦得了认知症就什么都做不了了，但在作者这样一位长期接触认知症的专业医生看来，认知症虽然会逐渐进展，但在轻度阶段，大多数日常生活仍然可以自理，甚至连开车都是可以的。所以，即使罹患了认知症，依然可以凭自己意愿前往各地活动。很多人因为对老化的误解而产生过度恐惧，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正确认识老的真实面貌，带给大家安心感，并一同理性思考应对方法。因为不了解正确的老化知识，很多人变得过度焦虑，甚至加速了老化，导致了不幸福的老年生活。这本书的目标，就是帮助大家消除对老的误解与不安，并培养一种年纪大了，能力退化也无可奈何的接纳心态，以坦然积极的姿态迎接老年生活。那么接下来，99%的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老化的3个积极真相是：一、老去本质上是幸福的时光；二、可以从责任、义务的束缚中解放；三、衰老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具体说明这3点，让大家更容易理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1条：一、老去本质上是幸福的时光。大家是否被对衰老的负面印象所左右呢？这些负面印象，很多其实是被媒体灌输进我们心中的，并不等于事实。所以，首先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摆脱这些负面印象。电视与媒体总是不断报道围绕老年人的严峻现状，但那并不代表全貌。例如，有些电视或媒体每天不断播放的新闻，会让我们产生对老年生活的负面印象。比如，因认知症引发的惨烈交通事故，为了照顾年迈父母而辞职的介护离职，这些都在渲染一种严峻的现实：老年人给家人带来负担和牺牲。又如，情绪化的高龄者表现，易怒老人、晚年贫困、因缺钱陷入困境的可怜老人等等。这些报道不断地刺激着我们内心的焦虑。看到这些新闻，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未来老年生活的担忧，也会让我们更加担心年迈的父母。比如说，如果父母独自生活在远方，子女就会不禁担心一个人待着没问题吗？最近好像有点健忘了，万一忘了关煤气怎么办？要是跌倒受伤，可能就变成卧床不起了。这类担忧让人时刻不得安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今的护理服务比以前完善了许多，比如可以接受日间照护或居家照护，如果需要照护程度较高，还可以入住老人院等设施。相较于过去，现在家庭在照顾高龄者方面的负担已经减轻了不少，这确实是件好事。但与此同时，人们逐渐失去了亲眼目睹人变老、
变虚弱的机会。结果，我们对于变老的印象，往往只剩下媒体所灌输的负面形象。人一旦变老，就会得认知症，卧床不起，需要照护，与家人和社会断绝联系，没什么开心的事情，只能日渐衰弱，直至死亡。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容易形成这种悲观老年观的环境中。然而，作者作为一位看诊高龄者超过35年的医生指出，这种印象其实是错误的，现实中根本不是那样。关于变老的这种印象，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，像因为认知症什么也做不了，或变成卧床不起，以及住进照护机构，无法再和家人一起生活。这些情况其实是老年的最后阶段才可能发生的事。按照现在的寿命标准，那些情况多半是出现在80岁后半至90岁之间的事，而且只要没有患重病，大多数高龄者在70岁、80岁时依然能健康的生活。即使是90多岁的老人，也有很多人借助看护人员的帮忙，依然能够独立一个人生活。现在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，但问题是，现在的孩子们几乎没机会看到这种真实的老年生活，因为和过去不同，如今人们已经很少能在身边亲眼见到变老的样子。如果我们现代人仍然能在身边看到老年生活，那就会发现，其实有很多老人正在享受变老的时光。比如独居的爷爷奶奶，放下手边的活儿，悠闲地喝着茶，吃点小点心，和邻居聊聊天，有时还会和宠物猫在阳光下晒太阳。喜欢喝酒的爷爷可能会提早开始晚酌，愉快地品味着一小杯酒。特别是在乡下地区，你能看到更多幸福的老年人。有些乡下的老人开垦小菜园，种些自己吃的蔬菜，乐在其中。他们还可能参加烹饪教室、手工艺课程，或是像敬老会那样的聚会。有些人会在这种场合和儿时的玩伴聊个不停，也有老人会和好友一起出门小旅行，一起学习新兴趣等等，做那些年轻时因忙碌而没能做的事，因为时间充足。他们正在日常生活中尽情享受这些迟来的乐趣。老年本应是一段如此幸福美好的时光，然而，现在的在职世代却几乎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幸福画面，因为不像以前那样，多数家庭都有老人同住，反而更多是子女和父母分开住，或老人住在设施中。但根据作者多年来陪伴老人的经验，他想要传达的是，老年生活其实充满了幸福时光。很多人只保持着老年等于负面的想法，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实的老年生活。书中强调，老年其实本该是段幸福的时光，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老年知识，就能选择一个良好的老去方式，不是执着于老年等于负面的印象，而是尝试关注老年等于正向的一面。只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对于自己也会变老这件事的恐惧就会大幅减少，会意识到变老并不都是坏事啊，其实还有很多好事呢。光是明白这点，我们就能以从容的心态，坦然接受自己的老去。那么接下来是第2条关于老化的3个积极真相，从各种责任和义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拥有大量自由时间。说到关于衰老的明亮面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一点。老去会让我们从大多数责任和义务中解放出来，赋予我们大量自由的时间。曾经身处职场的我们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时间飞逝，甚至没有时间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幸福，也许连喘口气的余裕都没有。我们也曾一度被各种责任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但衰老会解放我们摆脱这些束缚。即使随着年纪增长，有些事情做不了了，但本来就必须要做的事也大幅减少了，心里也就轻松了。不能做某些事也没关系，不需要勉强自己，也不需要像年轻时那样非得完美完成，随性一点也无妨。这就是衰老的魅力。我们也会逐渐从长期以来困扰着自己的人际关系中获得解放，没有人情、面子、利益关系这些束缚，我们只需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开心的人交往就好。在职场中，即便是讨厌的人，
我们也不得不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而去接触吧。即使对方带来压力，我们也不得不应对。但从今往后，我们将从这些人际压力中完全解放。这样一来，压力自然会大幅减少。总之，请记住一件事：衰老的过程其实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轻松幸福的可能性。在职场时无法体验的新鲜体验，也会变得可能实现。只要我们能看到这些衰老带来的正面价值，对衰老的不安也会渐渐消散。回想一下，我们的人生一直过得如此匆忙，就算是休假日，也很难完全把工作从脑中清除。而我们终于能从这些忙碌生活和各种束缚中获得解放的时刻，就是衰老所带来的时间。衰老是一段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已经很努力了，现在可以慢下来生活的时间，是一个没有人催促你，没有人命令你，没有义务与任务的阶段。你可以自由做你想做的事。换个角度看，衰老的时间是否也显得特别有魅力呢？如果我们能抱着衰老也是美好时光的想法生活，那将会成为享受老年生活的一大秘诀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带着我讨厌变老的负面印象，是不可能享受老年的。归根结底，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态。觉得开心就会真的开心，觉得痛苦那就真的会很痛苦。既然老年时间是每个人都平等会面对的事情，那我们当然应该带着老年是美好的这种心态去迎接它。人老了以后，总是忍不住抱怨我这个也做不了了，那个也不行了。但是即使你现在已经60岁、70岁，真正的老年生活其实才刚开始。请认真思考一下，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年人？衰老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衰退的过程来看待，我们就会变得被动、消极。所以，请积极主动地决定，我想过这样的晚年生活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普遍的说法是，人老了就要放下欲望，过平和的生活，要帮忙照顾孙子，成为受年轻人喜爱的长辈，慢慢整理生活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走完人生。这些听起来当然像是模范长者的样子，但会不会有点过于理想化？你有没有可能只是在迎合世俗的价值观呢？当然，如果你真的认同这些观念，那就完全可以接受并照着做。但老年生活是关于你自己的人生，正如过去的人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老年人生也应该各自不同。而且衰老还让你从过往所背负的种种重担中解放出来了，甚至你可以规划得更大胆、任性一些。因为一旦进入老年，原本束缚我们的世俗眼光、面子、社会常识都可以抛下。别人看着你，也许会说，那位老爷子真是我行我素的活了一辈子，临终前还活得这么任性，估计他本人也挺满意的吧。要是家人都惊讶于你这般潇洒到极致的晚年，那你作为老人也算是圆满了。那些年轻时被工作追着跑，因为顾虑世俗眼光或失败的后果而放弃的事，一旦变老，反而变得可以尝试。因为一旦老了，你就能从面子中解放出来，即便失败也没多大损失，时间也有的是。过去人生的种种限制，如今都已消失，你可以自由地规划人生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老年人生其实蕴藏着许多第一次可以挑战的可能性。接下来我们来解说第3条老化的3个积极真相是，衰老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。作者是一位长期与高龄者打交道的精神科医生，他指出，衰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经历的全新世界。正因如此，有些基本的知识是事先了解清楚比较好的。只要有了正确的知识，我们就不必产生多余的不安，因为焦虑对老年人的心理只会带来负面影响。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学习来减轻不安情绪。那我现在要传达的重点是，衰老的个体差异非常大，有些人90多岁了，依然步伐稳健，而有些人70岁就开始出现认知症，生活已经变得不便。即便是同样年纪的80老人，也有很大差别。有些人自己开车去旅行，享受运动，但也有人已经卧床不起。
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照顾。在10多岁、20多岁时，我们之间的差异也许只体现在体力或肌肉力量上，而且那时候的差距还不是特别大。比如步行5公里，有人不到1小时就走完，有人可能需要久一点，仅此而已。但到了80岁的时候，这种差距就变得非常显著了，有人50米都走不了，有人却还能轻松步行5公里。这就是衰老的本质，个体差异越来越大，而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我们首先就要了解这一点，只要知道了这一点，就不会再去和同龄人做无谓的比较，也不会因为落后于人而感到沮丧。你只需要接受这样的现实，老化本来就是一个个体差异日益扩大的过程。即使你的体力下降了，也许你依然可以通过阅读、观影等知识性活动，比同龄人获得更多的乐趣。你可以这样转换思维方式：体力方面我确实不如人，但在知识层面我可不输。保持这种灵活的心态就足够了。当然也有人会担心，可是如果身体持续衰退，那岂不是很糟糕？对这样的人，还有一点必须记住的是，衰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需过度慌张，因为它来得慢。你有时间去准备、去调整，也有时间慢慢适应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突然变得衰老的人所共有的3个特征。一开始可能说的有些沉重，但我们人类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可避免的会逐渐衰老，最终走向死亡。这个事实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。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感受到衰老的年龄或者死亡的年龄是因人而异的，尤其是老化，个体差异非常大。即使同样是50多岁、60多岁、70多岁或80多岁，也会让人不禁疑惑，为什么同样的年纪，差别会大到这种程度？年纪轻的时候，这种个体差异还不明显，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即使是同一个世代的人之间，也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。不是世代之间的差异，而是同一世代中产生了巨大落差。有些人依然身体健康，能自由地走动，而同样年龄的人，却有些人需要拐杖才能行走，甚至有些人即使拿着拐杖也走不了。不仅是腿脚，视力、听力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完全没有任何退化，而另一些人却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极大的不便。外貌也存在这种差异，同样是60岁，有人会被惊讶地问：你真的60岁吗？看起来像40岁。而另一些人却会让人觉得你怎么看都像70岁以上吧，看起来苍老的让人吃惊。那么为什么老化速度会因人而异呢？原因大致可以分为2个，一个是遗传因素，2另一个是环境因素。遗传因素包括与生俱来的体质、先天不易患病或易患病、身体强弱等。这方面说到底是运气，老实说，个人努力几乎无能为力。而环境因素则包括饮食、运动、睡眠等生活方式以及日常习惯等，是后天环境所造成的影响。每天摄取有营养的食物，适度运动，确保充足睡眠，采取有助于延缓老化的行动，那么保持年轻、健康长寿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健康、寿命和衰老是由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2者交织决定的，而遗传因素基本上我们无法控制，因此我们只能着手控制环境因素。那么接下来一起探讨如何调整环境因素，以掌控自己的老化进程。具体来说，这3大特征是：1不再使用身体的功能；2对吃饭失去了兴趣；3陷入我应该这样做的固定思维。接下来我将逐一具体讲解。首先是第1个特征，不再使用身体的功能。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要传达给大家，我们身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用的功能会退化。大家应该都有过生病卧床1个星期的经验吧？这时可能会发现肌肉一下子就退化了，或者有的人手骨折打了石膏，等石膏拆了以后会发现手变细了。
这些都是因为没有使用那部分身体机能。我们身体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，不用的功能等于没必要维持，于是它就会被慢慢舍弃。维持任何一种身体机能都需要消耗能量，若长时间不使用，身体会自动判断这项功能已经不需要了，从而不再为它提供资源，所以不用就会退化，这是极其合理自然的现象。比如肌肉、关节这些支撑身体活动的部分，如果不常使用，就会加速退化，最终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不便。比如说，就算只是住院1个星期，下半身的肌肉也可能会萎缩20%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常使用的身体机能会退化得更加严重。年纪越大的人，越要积极主动地使用身体机能，否则衰退的速度会非常快。举个例子，退休后不再运动，光是这一点，腿部的力量就会大幅下降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也许平时在家活动，感觉不到腿部的退化，但如果尝试像以前那样走到车站，就会大吃一惊，咦，脚步竟然迈不开了，而且走得慢，喘得厉害。你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如此虚弱，感到震惊。正因为如此，年纪越大，就越需要有意识的锻炼和使用肌肉，而且不仅仅是身体和肌肉，不使用也会退化的。还有大脑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认知功能下降、痴呆、记忆力衰退等问题会接踵而至。要应对这些问题，关键在于持续用脑，不断刺激大脑。作者指出，积极动脑的人往往更健康，也更长寿。实际上，相较于运动员，从事学术、艺术等创造性工作的人寿命更长。按常理想，我们会以为从年轻时就锻炼身体，肌肉发达，体格强壮，不容易生病的人应该更长寿。但现实中，那些没有特别从事体育或体力劳动，却持续动脑的人反而更长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身体的老化，除非持续做非常专业的训练，否则无法避免。但智力活动无论几岁都可以继续进行，只要脑功能不退化，就可以不断激发好奇心和乐趣。这种好奇心又会促使人去行动，去活动身体。即使进入老化加速期，也仍然可以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，进而延缓衰老。无论年龄多大，只要持续用脑，持续保持美好的好奇心，并因这份好奇而全情投入的生活，就能有效延缓老化，健康长寿。总而言之，容易变老的人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没有好好使用这些功能。所以，积极主动地使用这些机能，就是对抗老化的最佳方法。不过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会觉得做什么都变得麻烦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那么就从简单的行动开始尝试吧。比如，见人就是最能刺激大脑的有效行为，非常推荐。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经验，和人见面聊聊天，就感觉精神起来了，心情切换了，烦恼和不安消散了，或者单纯的感觉很开心。其实和人见面交谈是一种同时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活动，是能全面刺激大脑的极好方式。可能你觉得只是聊天没什么，但你的大脑其实已经非常活跃了。而且为了和人见面说话，还得出门，光是面对面，可能就会顺势说我们去吃个饭吧。如果是晴天，能晒晒太阳，在屋顶或露台上一起吃饭就更好了。因为阳光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分泌，像烤肉这类肉类料理不仅能增加血清素，还能提高男性荷尔蒙的分泌，对情绪年轻化有帮助。像这样愉快地度过1-2个小时后，你可能就会有动力想，好了，该动一动了。但请记住，情绪并不是靠逻辑来的，心情的高涨往往只是一个小小的契机而已，哪怕只是瞬间的情绪回春，也会刺激前额叶皮质，从而激发出行动的意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会突然衰老的人的特点，对吃饭失去兴趣。刚才提到，和朋友一起吃烤肉很好，像这样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对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，
因为人一旦对吃东西失去兴趣，老化就会迅速加剧。作者指出，关于老化，人们有很多误解，而关于吃饭的误解是最大的一个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食欲自然会下降，而且因为日常活动量也减少，人们往往会觉得吃点清淡的就好。有些人甚至认为老了就该吃的清淡、粗茶淡饭最好。但事实上，年纪大了，身体的各种功能都会衰退，消化吸收能力当然也会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摄取相同的营养，相较于年轻人，年长者的吸收效率会更差。再加上年纪大了，本来也吃不了太多，因此就必须在量减少的前提下，通过提高质量来补足营养，尤其是蛋白质这种重要但容易缺乏的营养素。如果饮食清淡、粗茶淡饭，就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取不足。你也许会说，我有吃豆腐、纳豆啊。但如果要高效的补足所需蛋白质，肉类和鱼类是不可或缺的。年纪越大，蛋白质就越成为支撑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素。缺乏蛋白质不仅会导致肌肉流失，还会让人失去行动意愿。因此，所谓年纪大了就不用吃肉了，粗茶淡饭就够了这种想法，反而会加速老化。请务必注意，为了不失去行动力和健康的情绪，我们绝不能对吃饭变得漠不关心。比如说，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如果脑中马上浮现出我想吃这个那个的想法，这种食欲的年轻化，正是防止衰老的关键秘诀。接下来我们来说第3个会突然衰老的人的特点。陷入我应该这样做的固定思维。在公司长期任职，或者在组织中工作多年的人，往往会形成某种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，而这种模式即使在退休之后也会根深蒂固，甚至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陷入所谓的应该如此的思维。比如说，不可以给别人添麻烦，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完成，即使只是这种程度的想法，也会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中。哪怕已经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任务了，人还是会对自己过于严格的要求。虽然即便到了老年还能够自律，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这种思维的负面影响也会在各种场合中显现出来。比如，哪怕你今天感到有些疲惫，想轻松度过一天，也会因为答应了的事情必须做到，不能过得懒散等想法，而强迫自己执行。而且，对他人的要求也容易变得严格起来，也会让自己对家人的一举一动都感到不满或烦躁。拥有应该如此思维、非常有原则的老人，不仅自己得不到放松，周围的人也很难轻松自在。此外，应该如此思维还很容易导致追求完美的倾向，那就是如果做不到完美，那还不如不做的想法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能力无论如何都会逐渐下降，这时候，完美主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做不到像以前那么好了，就算做了也只是浪费时间，于是干脆什么都不去尝试，结果就是一下子老化速度加快了。或许我们都曾害怕变老，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，老年其实是一段可以慢下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时光，从责任中解放出来，把人生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在人生的后半段依然可以活得自在、快乐、充实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